海中之狼，一方霸主，涠洲岛渔民如何与之共舞？红伞伞，白杆杆，为何能成为山民的小金伞？当鱼胶烧鹅融为一体，将锻造怎样的经验？跨山压海，无所畏惧，看老广如何用勇气和智慧猎取山海之味。在中国的饮食地图里，老广兼具山海之力。世代居于此的人们，凭借勤劳和智慧，把山的厚重和海的灵动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。那一桌融汇了种种豪放与精致的美食，正是他们所奉上的对自然风物最深刻的诠释。哎，勇，你们去海呀？这两天？今天过节。他们这两天好多海浪打哟，这两天。对，准备去。过两天我几个朋友要过来，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玩一下，打一下海浪啊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。行，好，先走了。好。我今年31岁了，已经是3个孩子的爸爸。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海为生，然后到我这辈也是以这个大海为养家糊口。万胜勇，北海涠洲岛的新生代渔民。自从6年前接过父亲的传舵后，他颠覆了祖辈靠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，重新定义自己的跑海人生。现在是旅游淡季，最近的目标都是出海打海狼鱼。每年，万胜勇都要与海狼鱼进行数10场的较量。他口中的海狼鱼又名梭鱼，由于口部扩大，拥有如狼牙一样突出的尖牙，俗称海狼鱼。它们身体细长，体型大的海狼鱼可以长到接近2米。因为蛋白质含量高，肉质鲜美又口感丰富，海狼鱼向来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。宁丢车和牛，不丢梭鱼头。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，海狼鱼的烹饪以头为香。时间进入到9月，涠洲岛恢复了假期前的平静。万胜勇启动了潜水渔猎的渔船，等待着中秋的到来。中秋开始慢慢开始抓。海狼鱼是相当于鱼类中是比较凶猛的一种鱼哦，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。渔船在海上航行了1个小时，到达海狼鱼群的据点。万胜勇在下水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。穿上潜水服，拿上捕鱼枪，万胜勇深吸一口气，跳入海里。我们一般潜到18、20米这样子，就处于那个水温层那里，因为渔网一般抓不到，哪怕渔网是碰上它，也会被它挣扎挣烂，它的那个力度很大。深潜捕鱼的第一步是观察，万胜勇漂浮在海面上寻觅。发现海狼鱼群身影，即往深处潜。克服水压是水下渔猎首要条件。其实海狼在海上算是一方霸主，它的牙齿特别锋利，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非常的强。拉弓瞄准，万胜勇的铁枪刺中了鱼群中的一条海狼鱼。这一块领域，我还是比较自信的。一吸一潜，身段灵活的万胜勇像人鱼一样恣意游动。突然觉得
还不错嘛。辛苦得来自在吃，偶尔万胜勇也喜欢通过露两手来犒赏家人和自己。一道盐焗，一个干煎，一个红烧，再一个打汤。如何在热油猛火的作用下保持深海鱼的鲜味？不是厨师出身的万胜勇有着自己的技巧。盐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，这外焦内嫩的那种感觉，就特别香。先用盐，给它抹一下，然后再放点酱油，放点葱姜蒜，然后加点油倒进去，让它腌个15到20分钟，让它入味。入味之后，把它用锡纸包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放进盐里面焖一下。鱼腩切块，下锅煎至两面金黄，放姜、蒜和辣椒去腥，加蚝油和水，慢火焖煮至收汁。红烧海鲮鱼、盐焗海鲮鱼、海鲮鱼头汤，中秋节的晚宴格外丰盛。是呀，盐焗海鲮鱼。给你看一下鱼尾巴，大不大？大呀，是不是好大？然后继承打那个大大的又有尾巴的。你吃那么大口啊？好吃吗？你明天跟爸爸出海吗？你跟爸爸出海要注意安全的哦，知道吗？好。一代又一代，大海赋予了渔家人拼搏向上的精神。年轻的万胜勇打破了传统捕鱼谋生的方式，成就了自己特别的跑海人生。在合适的时间邂逅合适的食材，涠洲岛向北400公里外的山脉深处，山民们在寻觅一种山间精灵。玲姐，呢號你睇有少少咯喎，入邊有冇？有咯，有塞丁咯噃，過幾日應該咪大紅噶啦噃。翻啲成幾日大學啦。攞支刀好冇？攞啊攞啊，有冇？哦，攞啲，有攞。黄干才是象棋镇象棋村的老支书。每年的山菌开采季到来前，他总会先去了解市场行情，把预售情况分享给村里的采菌大神刘美紅。今年會好油性，我啲福建撈更落嚟收緊㗎啦喎。哦，那你家裡點樣？估計同往年都差唔多咯，500幾咯。同年產兩多話，得人知咗都行緊路啦。要喎，飛又大啦喎，出緊又講我聽咯，我個仔又聽宇陽山睇睇點樣捉緊喎。好啊，嗱，過兩日帶過來咯。好。在很多地方，色彩鲜艳的野生菌总会让不明就里的人望而却步。可这片山脉深处野生的红锤菌，却是村民们每年都满怀期待的小金伞。广西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原始红锤树次生林。红锤林土壤腐殖层和高温高湿的气候，孕育出珍贵的红锤菌。红锤菌被称为南方灵芝，这种真菌植物的菌种仅寄生在红锤树根下，无法进行人工栽培。每年只有农历5月和8月的特定时间里，菌子才会钻透菌壳，打开菌盖。叫咗冇啲路好滑㗎。好喎啊，慢慢嚟喎。琴日下落咗少少雨，應該有啲近意㗎啦。雨後的清晨，温度和湿度都恰如其分，红锤菌不期而至。刘美紅也早早動身，趕赴今年的第一場紅錘菌之約。老師，嗰啲樹枝有咩用？我話收輪緊啊，輪緊嘅時候收用樹枝來配樹葉嘛，能夠容收啊，因為以防有蟲。今年的采摘季，村支书黄干才带上儿子，跟随着刘美紅進山。
黄干才希望儿子能在本季学会寻菌、采菌的技巧。啊，呢就是紅緊啦，你睇喎。嗱，呢時候呢，啲用根翻開啲葉，睇下係咪紅色個。如果是紅色嘅話，就係紅緊啦。即係呢時候一定要小心，唔能夠蒸短啊，蒸短嘅話就冇條點啊。但係嗰啲咁細堆個，就唔能夠叮，等我明朝叮。起嘅時候要小心睇住啊，唔能夠亂踩。冒頭後的紅錘菌，除了受村民的青睞，還會成為螞蟻和小蟲的營養大餐。被蟲子光顧過的紅錘菌容顏不在，價格也會大打折扣。哇！呢月亮呢好靚喎，我再冇見過咁靚嘅菇啦。有什麼菇嘅？紅隻嗰個話菇啊，嗰種菇啊，吃起來又脆又甜。那會唔會裂開呢？雨水少，乾旱裂啊！曬乾之後基本話變形嘅，好值錢㗎。紅錘菌還有一個特別之處，就是離開泥土後生長仍在繼續，所以劉美紅和小徒弟必須爭分奪秒。我得一粒咯，你真未轉呢㗎？就更加多了。紅錘菌採回來後，要以最快的速度送進烤爐。我哋呢一般是用乾淨嘅木抹乾淨，之後呢就用鵝啲身。用鵝話全方面都可以烘到嘅，所以個形狀就冇咁容易變。在象棋村，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專門烘烤紅錘菌的烤爐。到了紅菌豐收季節，到處彌漫着濃郁的菌香味兒。我啲傳統嘅學緊方法呢，就係用細鍋燒，上面鋪一淋沙，讓你沙煲至到40度左右。低溫慢烤36個小時，才能去除紅錘菌的水分，鎖住菌體內的營養，製成精品。紅錘菌一年中只有在端午和中秋前後特定的幾天才會破土而出，其他時間難覓蹤影。靠着短短的20天時間的採摘，紅錘菌就能給象棋鎮居民帶來600多萬元的收入。新鮮嘅都基本都係軟成多，有乾嘅話全國都有。主要食嘅都係福建嗰邊，銷量大。紅錘菌富含多種氨基酸，健胃補血。每年金秋，家家都有紅錘菌系列的拿手菜。Kim，我幫你泡有紅根渣。好，你雞有邊靚喎？是啊。煲雞燉鴨是象棋鎮紅錘菌最家常的烹煮方式。紅根白吉煲雞是我啲對醬，經常喺個豆台啦。首先是放白吉煲一個鐘，再放雞，又煲個鐘，最後呢就放紅根煲8至10分鐘就可以啦。因為啲紅根如果煲耐咗嘅話，顏色都冇見嘅，味道都走咗啦。除了煲雞湯，用紅錘菌炒雞肉、燜魚、炒肉片，都是象棋鎮居民的家常美食。食飯咯喎！哎呀，紅筋湯上樓。啊，紅筋湯啊，嗰啲裝湯。好靚啊！呢啲吧，啊，祖傳的真菌採摘，既是美味，也是希望。來自大山深處的恩賜，滋養着象棋鎮的一代又一代人。山海之間，味之往來，記憶中的香味總是難以跟隨遷徙的腳步客居他鄉。想在異鄉品味家鄉的鮮，要有願意為之鍥而不捨的美味搬運工。哎，師傅啊，哎，阿田早。皮壓薄一點啊。對，來整齊啊。好。哎，阿全，你看這個油啊，這個油不能用太多次啊。差不多黑了就給它換掉，放新鮮的啊。這個就是雪山包，這個呢就是葡萄。盡量這些不要灑出來，是吧？均勻一點，是吧？我是2001年就過來佛山這邊發展，一開始是做貿易生意，
2011年的时候就改行做餐饮，到现在也10年了。10年餐饮路，黄文斌见证自家店前人头攒动的景象，就是从这家炒菜馆开始的。黄文斌在佛山开创的这家炒菜馆，从筹备到开业，足足花了3年时间。10年餐饮经验的得失，使黄文斌养成了对食材挖掘和菜品把控一丝不苟的职业习惯。炒菜它主要是以海鲜为主，我觉得难度最大就是保持这个海鲜的新鲜度。潮汕菜热衷新鲜原味儿，讲究用料生猛，对食材的挑剔用苛刻2字来形容毫不为过。尤其是海鲜，人们几乎是不遗余力缩短食材从海边到餐桌的时间，极尽所能保持其最本真的味道。而不时不食，更是重要法则。这种对食材的认知，10年前的黄文斌可谓是完全不懂。咩真南我嘅去拉喂？拉啊！嗱，見呢個邊正叫在，可能就拖嚟。你都係刮蟹翅嘅。都零香。呢隻有乜好？有多呢，落硬海。有啊有。炒菜它有一句话就叫1鲜2肥3当时，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得回来2次，主要就是来看这个品质。所谓力不到不为财，要经营好一家餐饮店，除了亲力亲为外，更要考究经营者对食材的认知度，尤其是海鲜。始終開始嗌燈絲，始終就上好隻，上燈絲，整呢更多嘅時候也杯。酒樓又針對自己變精咧，始終推出了掛嘅特色菜，專門是做隻狗肚區嘅，有零頭區嘛。有係潮道要掠起來，劇性，劇性，劇性。九肚魚曾經被嫌棄又廉價的海鮮，有着一張兇殘大口，2盒密布着細小而尖銳的牙齒。酷似传说中的龙首，因此也叫龙头鱼。它的鱼肉软嫩，老广给它起了个外号“豆腐鱼”。在潮汕人的家常里，九肚鱼经常被用来做汤，去头去肚后，加入含盐量大的鱼露腌制。鱼露的咸度能挤掉龙头鱼的一些水分，同时给它入味儿。九肚鱼与潮汕咸菜同煮，成了地道的潮汕美食——咸菜九肚鱼汤。与肉末和粉丝同煲，就成为了另一道潮汕经典菜式——肉末粉丝九肚鱼。用啊，應徵嚟嘅係前梅麼啊？要再用咩啊？好回啊，來去梅麼？去梅麼嚇？夠啦，明驚多隻嘅夠殼啊！清晨到達汕頭港的海產，傍晚就能出現在450公里外的佛山人的餐桌上。而為了讓他鄉人嘗到這口鮮，黃文斌和他的團隊從開業至今，從來沒有中斷過這條生鮮冷鏈。極致鮮美的背後，甘苦自知。用啊，你就見這個來去搞錢啊，一杯呢種東西嘛。你見咩？只幾隻來去你家做幾啊菜，又幾幾啊條山朋友留香，愛過來條山味道。九肚魚的肉質含水量高，烹煮後綿軟易散，因此極少被用於搭配其他食材。在九肚魚的烹煮上，潮菜大廚季從勇的獨家秘訣裡對應的，正是潮汕菜中的不厭其煩，不捨其精。去除魚脊骨後，魚肉分塊切絲，加入香菜和金不換提香，下魚露和胡椒粉醃製，再用米漿紙包裹魚肉，蘸上蛋清、麵包糠，最後下鍋油炸。這就是季從勇所創的九肚魚盒子。為了讓肥美當季的九肚魚能進入更多食客的視線，
季从勇开创了油炸干参法来破圈。软绵的鱼肉披上爽脆的外衣后，与果条同炒，与生蚝、薯粉同煎，下铁板浇上太汁酸甜酱，立马变得脆嫩俱佳，酸甜鲜香。当年曾被嫌弃的海鱼，在师傅季从勇的手里登上了大雅之堂。而家切嘅嗰個就叫當血鴨，係整咩當血鴨啊？最多呢鐵板當血嘅就係黑椒咯，平時比較少。好㗎。我整個蒜泡咗時候，咱正宗嚟蒜頭啲嘅料菜。像我們要夾菜嘅，青豆要入啲味道啊，夾多啊，夾啲好。係啦，就是啊，邊啊，胡啊，胡餅啊，有好。对于潮汕人而言，唯有美食与乡愁不可辜负。那一碗鲜，早已深埋于他们的基因里。黄文斌的执着与坚守，让他乡人品尝到家乡味的同时，也让记忆中的香味儿跟随着打拼人落地生根。同样以美食为美，肇庆市封开县的陈家龙时刻准备起而行之。即係綠大魚喎，有冇睇天氣報？冇啊，冇睇啊。哦，死咯！批菌聽日得執咯喎，死啦！我哋浸咗幾年咯喎，今年仲會受執唔好嘅。誒，我哋去都林睇睇先。哦，走。每逢山雨欲来时，这个90后的创业青年总是心急如焚。从2017年创业开始，陈家龙的农场遭遇了3次洪灾，一心投奔农业的他，刚进场就接连遭受打击。颱風特別洪水呢個影響啊，非常之大。特別係舊年，我哋仲受浸咗3台車、3個冷庫同埋2個倉庫。3起3落，從一無所有到負債100萬，陳家龍不想放棄深愛的農業，只能自己給自己打氣。畢竟自己一個學嘅係呢一方面嘅，做嘅亦都係呢方面嘅，所以呢喺技術方面呢，我覺得自己有非常之大嘅信心咯。好，各位老鐵，現在呢，我已經把大家帶到我們這裡最原生態、最綠色的一個廚房裡面啊。着重給大家介紹一下，這個竹筍呢，其實大家看到的是一個非常新鮮的，剛採摘下來的那個竹筍，燒開了一個水配料，把它下下去。紅棗呢不需要多，放個5、6個就夠了。枸杞呢也不需要太多，就放適量啊。再把這邊的一個薑片把它放下去，然後呢就是把我們那個雞塊放下去。這個竹筍呢不需要太多的。放太多的話，那個味道會很濃。一放下去之後，只要它那個水再開一下，煮個3、5分鐘就可以了。嘗試一下味道啊，味道如何？在肇慶封開的江川鎮及鄰近鄉村，幾乎沒有人不認識這個從城裡辭工回家務農的陳家龍，被鄉民們稱為“竹筍王子”的龍哥。大學畢業後，曾在全國最大的食用菌廠任技術總監。因為不甘於安逸的生活，他思前想後，決定辭職，加入了返鄉創業大軍。當初嘅諗法呢，就係返屋企去發展呢個食用菌嘅種植，因為呢片土地養育咗我都想利用翻自己嘅學識同埋經驗去回饋佢。然而，世間之事，知易行難。創業之初，是一段踉踉蹌蹌、找不到方向的日子。直到有一天，在竹林里發呆的陳家龍發現了一種珍貴的菌類——野生竹筍。陳家龍如獲至寶。竹筍有菌中皇后的美誉，夏秋季节，野生竹筍悄然在落叶层生长，形成这些棕黑色有花纹的菌蛋，也就是竹笋的胚胎。竹笋之所以珍贵，
因为它从孢子长成子实体，在自然界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，但是子实体的生长周期只有几小时。清晨6点左右破蛋而出，半小时内就会抖出如蕾丝般的菌群。此时的竹荪颜值达到巅峰，被人称为雪群仙子。但很快，当菌群张开度最大时，孢子成熟后就开始自溶成泥滴状。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采摘，竹荪便會開始萎縮融化。大部分唔識啦，因為佢個樣望起身就唔似可以食得嘅嘢。有啲村民見到呢啲竹荪都兜路走。有了目標，陳家龍的心裡就像照進了一束光。2017年，整整10個月，他在簡陋的實驗室裡研究如何把野生菌轉為人工培植。陳家龍懷着忐忑的心情，在竹林下試種後，雪群仙子一朵朵綻放在竹林下。陳家龍感覺翻過了一座座山丘。但好景不長，菌絲培育成功的喜悅很快又被沖毀了。一直到依家做咗4年，其中有3年都受水浸，損失咗非常之多。屢敗屢戰的陳家龍從一片試驗田發展到一個基地，他堅信走下去不僅能改變鄉親們的生活，還能撬動家鄉的鄉村產業發展。雖然公司呢幾年確實係冇賺錢嘅，甚至係蝕錢嘅，但係呢，我哋每年平均都有70-80萬嘅工資係派俾村民。係嘛？執你新鮮竹荪同埋竹荪蛋。哦，翻嚟啦！我哋今晚親自煮咗餐先先。好大嚿喎，牛龜咁大嚿喎。每年的夏秋之際，是竹荪和竹荪蛋的最佳賞味季節。世人皆知竹荪味美，卻不知竹荪的胚胎竹荪蛋才是至鮮珍馐。洗淨表面的污垢，剝開表皮，呈現在眼前的是一顆晶瑩剔透的果凍。因為我哋竹荪蛋咧，佢出邊有一層多糖同埋啲肉混合起身，佢會令到雞肉嘅纖維會越煮就越嫩滑嘅，而且煮出嚟嘅湯咧有膠狀啊，好似啲燕窩種感覺咯。蛋咧唔使太多，小火咧就25到30分鐘。在老廣的食譜中，竹荪的珍貴之身要與雞、鴨燉湯才稱之為般配。自從龍哥成功培育出竹荪，本地人就像打開了一扇窗，做出了竹荪釀、竹荪網煎蛋、竹荪羅漢齋、竹荪鮮蝦粥，一道道色味俱佳的竹荪美食，變着花樣，紛紛上桌。今年第一做竹荪，我哋幾個翻嚟煮俾老豆老母試試先。豆腩湯啊！今年啲味道好多過舊年喎。係啊。咁今年點樣樣啊？情況？今年嘅目標係冇蝕錢。加上咧呢幾年政府對我哋嘅支持都非常之大，所以咧我哋竹荪算係放開有特色嘅種名片咯。得啦，慢慢嚟啦。竹荪擁有天然的純真本質，正如純良的陳家龍。他在家鄉的土地上發掘出他獨一無二的鮮美之味，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成就了餐桌上的家鄉美味。在中國人的味字裡，充滿了無數的偶然性和可能性。在合適的時間邂逅合適的食材，再以熟稔的烹飪大法加持，普通的滋味也許便有了升華的際遇。關於吃呢，這個大家有不一樣的看法的。好不好吃呢，是純粹的一個個人的體驗。每一個人的味蕾其實是不一樣的。一些美食家他的味蕾呢，最多的有人呢達到856個，
我们普通人呢，大概只有200个味蕾，也感知食物哈。在吃的江湖上，老广美食家林卫辉有着独树一帜的见解。他运用跨学科知识解构美食原理，把品味感和美食背后的逻辑用笔墨汇编成册，让食的感受既可意会又可言传。祖籍潮州的林卫辉是老广美食圈里公认的大咖，寻食材、评美味、议心得、找文献、写品鉴，这是法学才子林卫辉近年的日常。然而声名在外，比不过女儿的一句想吃爸爸做的紫菜汤。我们用花蛤来做汤，一定要先煮一下，煮了之后呢，我们要的是这个汤。花蛤贡献了这个核苷酸、猪肉末，它贡献的呢是谷氨酸，再加上紫菜，它是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，啊，这3种鲜碰到一起，这个汤就非常鲜。粤菜取百家之长，用料广博，选料珍奇，配料精巧，善于在模仿中创新，以食客喜好而烹制。林卫辉从历史、文化、科学的角度烹煮和解读粤菜。广州餐饮圈的朋友很喜欢聆听林卫辉不疾不徐、鞭辟入里的食经妙解，他也不吝于给餐饮界的朋友建议与帮助。你品尝这个陈太基酒，8年以上的老酒，我们广东什么食材跟它是绝配？这个我们粤菜里面的2个很经典的食材，一个呢鱼胶，另外一个呢广府菜里面的烧鹅来配这个酒，也是非常好。粤菜配粤酒，对于老广的餐饮文化来说是一次复合。林卫辉想打造一场久别重逢的美味之约。喂，辉兄。姐啊，你好。有遐个名客家无？质量要好个。我爱12街。好，12街。一只久的天气都好，拍了才客家团嘅。拍好我今日就跟你行去了哈。好。蔡秀慧，孙子辈都叫她鱼胶婆婆。从5岁开始，跟随母亲手工洗晒米鱼胶。光阴荏苒，经她手洗晾晒的赤嘴闽鱼胶超过100万个。我们每家每户都用纯鱼胶，等到生孩子啊，那胶能止血、补血。鱼胶，鱼鳔的干制品。鱼胶富含胶原蛋白，素有海洋人参之美誉。靠海吃海的潮汕人注重食补养生，在他们眼中，鱼胶是高档嫁妆。潮汕地区也是全中国吃鱼胶最盛行的地方之一。喂，好，有空啊，好。来自凌晨时分的呼唤，意味着慧姐和丈夫要出门了。哎呀，你冲只大个头海，就是为了钱啦。哎，吃啦，只会买大，这贪污就多。两去了，大两去啊。哇！经过陪姐姐。哎我，那8人啊，8人叫来厝，咱就3个同得回来。三。那下桌是有这种好，再拍电话call啊。好。在南澳岛的捕鱼圈里，只要捕获闽鱼，渔民兄弟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慧姐。收鱼人没有昼夜之分，鱼从码头拉回来，顾不上困意的慧姐开始了赤嘴闽的处理。赤嘴闽是石首鱼的一种，下巴橙黄色，生长在北太平洋西部和汕头南澳岛海域，其公认的最大价值是鱼鳔，而南澳人善于取鳔制胶。抓到这种鱼也是特别高兴啊！这种鱼就是我们这里称为海底黄金啊。
岛上光线充足，海风吹得恰到好处。鱼胶的晾晒由一开始的柔软嫩白，到逐渐产生结晶，变得透明干燥，前后工序3天可成。鱼胶分类复杂，如果按照产地、公母之分，大概有200多种。潮汕本地人说：“一入胶圈深似海。”面对琳琅满目的鱼胶，挑选的眼光要尤为毒辣，优品才能让人称心满意。距离粤菜配粤酒的品鉴会还有3天，辉哥带着慧姐洗晒的赤嘴闽鱼胶来到广玉轩。鱼胶可焖、可炒、可焗、可炖，无论怎么做，泡发都是其中的关键。上锅干蒸10分钟，糊化后的鱼胶锁住了营养，放进冰水浸泡，每天换1次水。2到3天后，鱼胶软糯弹滑的质感和干香醇厚的味道才被唤醒。唤醒只是完成了闽鱼花椒宫烧鹅制作的第1步，而闽鱼花椒宫烧鹅是广玉轩总厨彪哥的杰作。一定要供啊，因為花膠供佢入咗落個籠度，唔會卸身啊嘛，爽，佢唔會立口。抹腌料，煨爆汁，封口吹气，上皮水，风干，一系列传统烧鹅腌制步骤完成後，等待晚宴的開始。呢道菜咧就係燒鵝花膠公。我哋亦都係用最古老嘅方法去做，呢個就係鰻魚膠。咁我哋攞佢厚嘅部分去做。和聲名赫赫的粵菜相比，以清甜爽淨見長的粵酒似乎一直長在深閨人未時。當粵菜配粵酒品鑑會如約而至，老廣吃的江湖裡的俠客們紛紛應邀而來，見證這一場粵酒粵菜的賞鑑之宴。我們這一道菜呢是粵菜的典型的一個代表。我們的廣東酒是屬於清雅，配我們比較淡雅的花椒，它剛好是一種協同效應。配我們味道濃一點的燒鵝呢，它又是一種對比效應。2種效應加起來，我們就可以嘗到美酒美食。像我們粵菜清蒸魚，那麼潮汕魚飯其實喝茅台不合適，但是這個很多的粵菜來說，基本上是很淡。喝酒是可以提那個鮮的，為什麼呢？吃飯要喝個酒，好菜要喝個酒。莊主呢一直在倡導一個是一邊吃一邊把酒喝進去，然後一邊咬，那種味道又是另外一種感覺。比較需要酒啊，我飲。雄霸一方的海狼魚，轉瞬即逝的野生竹荪，渾然天成的小紅傘，雅蘇合體的九肚魚，可遇不可求的赤嘴閩魚膠，人類走進自然，在山巒疊翠和江河大海之間，尋找最原始的山海之味。這是大自然的饋贈，也是山水給予人的滋養。好，放过去，放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